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说中国。中国的这个独具特色的老龄化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那其实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呢，是比较鼓励生育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嘛，这个1号领导人提出来就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对吧？其实是偏鼓励生育的。那当时基本家庭家基本都4、5个孩子以上啊，像我的父辈就是60后这一波，他们基本都是4个孩子、5个孩子，甚至6个都有。那基本是很宽松的一个生育的时代，而且还鼓励你生育。然后从80年代以后呢，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那这个计划生育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啊。前无古人，没有任何国家这样做过，这样实验过。那后无来者呢啊，我相信未来呢也很大的概率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也不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少有的、极其罕见的、极其特殊的一个特定时段的，而且发生在特定国家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是计划生育是非常特殊的、人类少有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集中在这30年，就1980年代到2010年啊，或者你说2014、15年也好吧，反正34、5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就集中在中国啊，所以它极为特殊、极为罕见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这个因为我们平时太习惯这种状态了，就觉得好像计划生育我们已经习惯了嘛，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但实际上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放在这个众多的国家中啊，200多个国家来讲，这个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绝对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政策啊，它发生在特殊时段，也发生在特殊的一个时空背景下，那前无古人啊，可能后无也来者。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中国的所以你看，结合这个之前1980年代之前啊，就是那个宽松的计划生育那个政策的情况，当时一家不是生5到6个孩子嘛，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生育啊，它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对吧？在这个解放以后呢，它是踩着油门往前走的啊，生5个、6个、7个、8个啊，甚至9个的都有。那一脚刹车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就开始踩刹车啊，所以它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那这个油门踩的地方呢，它其实是我一会儿给大家下面讲，就是可以看到啊，踩油门的那一阶段生育的这些小孩啊，婴儿潮的这些人，60后、70后、80后啊，他们其实是恰好赶上了整个这个中国狂飙突进、飞速发展的30、40年啊，也就铸就了中国的所谓的人口红利啊，和人口的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人口的饱和的或者平均年龄比较年轻的人口的一个阶段。所以它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啊快速发展、飞速发展啊，所以就是生的也要生逢其时很重要啊，要生逢其时。那大家看这个图，就是中国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啊，这个总和生育率你可以看到，中国在这个1950年代啊，包括你看这个60年代，这个总和生育率啊，也就是女性的生育率吧，一个女性生几个孩子，你看是非常高的，是吧？50年代生这个5个、6个孩子比比皆是啊。60年代就算低了，当时可能有3年饥荒的那个情况，拉低的那个生育率。你看，其实如果没有3年饥荒的话，中国一直从50年代啊，一直到这个70年代，这长达20、30年的时间，基本都是这个生育率在6左右，就一个妇女可以生育6个孩子左右，这是非常长时间是这么一个生育的状况。那到了这个70年代后期，下降到这个3.57啊，这个总和生育率下面有定义啊，就是这个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生育的这个女子女总数啊，总和生育率。那中国的生育率真正的转折是从什么时候呢？啊，就是你看从80年代以后啊，从80年代到下降到这个2.24啊，然后80年代到90年代呢，整体啊这10年，因为这个计划生育它也有一个逐渐实施的过程，对吧？逐渐把这个政策贯彻落实下去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这10年基本还在2.1以上，也就是这个世代更替水平。上期给大家讲，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口想保持一个世代更替水平啊，它需要一对夫妇要生育2.1个孩子，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基本还可以，还在2以上啊，2.24啊，2.2啊，2.31。然后这个迅速的转折点啊，就是在这个1990年以后，这个总和生育率呢就迅速的下降啊，下到这个1.56，下到1.22，下到1.33啊，一直在回落，然后一直落到了这个2015年的1.05。
那这个总和生育率呢，它是怎么去普查出来呢？就是中国呢，它是每10年一次人口大普查啊，每10年一次非常大的普查。上一次人口大普查呢，在2010年，那接下来的一次人口大普查呢，在2020年，马上就要在实施。那在2次人口大普查之间呢，会有一次抽样的人口小普查啊，就是抽样调查，从人群中抽取1%的人数啊，进行这个抽样调查啊，然后再回归到这个总的数据啊，所以就是每10年一次大普查，每差不多5年吧一次小普查啊。这个总和生育率呢，它就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历次的人口普查得到的一个数据。那在15年的这个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呢，当时的这个抽样普查里面已经降到了 1.05 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总和生育率啊，也就是女性生育率基本就在1这个水平啊，高不出 1.2， 低大概就是1这个水平，在1到 1.2 之间啊，应该来说。好，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地区之间的分化远比你看总数还要更加的让你震撼。这个地区呢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去往细的看这个东亚各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可以看到最上面啊那个红的啊，那不是咱们国家的啊，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叫蒙古 2.64 啊，还可以，对吧？然后你看这个新疆啊也不错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嘛，它有特殊的政策啊，就是本来计划生育实施的就不严格，所以说它的生育率相对就比较高 1.52 啊。然后你再往下啊，你看这个内蒙古啊，这内蒙古和外蒙古啊，这个就隔那么一下啊，这个差距就很大，内蒙古就降到 1.06 了。然后你看最可怕的，生育率最低的是东三省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东三省的生育率是相当的低，它不光是生育率低，它还人口净流出，对吧？它还常年的年轻人口净流出。你看我们去到海南啊，我们去国外的各个海岛啊，我们去这个包括海外，包括这个北美很多这个在这边打工的啊，做月嫂的啊，这个在开车的、开货车的、干嘛的啊，这个很多东北人啊，然后包括啊在南方各个省市啊，也是很多东北人，就是年轻的东北人，他很多早已经离开东北了，就很大量的人离开了这里，所以你再加上东北的，你看出生率这么低啊，这个黑龙江 0.74， 吉林 0.75， 这个辽宁 0.73 啊，这个图呢是2018年的一个数据啊，是2018年的一个情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东三省这个老龄化有多严重，它不光是面临着老龄化，同时它面临着这种年轻人口的流出啊，所以它是一个双向打击。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东三省的这个社保基金啊，就是早就入不敷出了，对吧？东三省是常年这个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主力地区啊，很多的钱要靠南方的钱去补救这个东三省的财政啊，东三省的财政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好。然后你看，在这个深蓝色的，就生育率比较低的，还有2个地方啊。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一个就是北京啊，北京和天津，你看到没有？就是那个 A 和 B 啊，北京和天津那个地方。还有就是上海啊，上海大家可以看到，上海是0.73。这个北京和天津啊，那个图上就是右下角大家看也标出来了，北京是0.71啊，天津是0.91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东三省北京、上海、天津啊这6个地区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以下。啊，非常非常低啊，那可能这2年还要再低一点，这个发达的地方啊，就是生育率普遍是比较低的，包括这个日本的东京啊，韩国的首尔也是0.7几啊，0.7几的这个水平啊，越发达越大都市化，生育率越低啊，这个也好理解啊，这个生活成本高，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然后你再看啊，这个。河南这个大省啊，这以前山东啊、河南都是生育的人口大省啊，但是你看他们生育率也很低了，对吧？只有 1.3 啊、1.17， 也降得很厉害啊。然后你看这个日本啊，日本我们一直说是老龄化走在前面，少子化也走在前面，对吧？是深度老龄化社会啊。但是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个生育率还可以啊，1.41啊，比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这个生育率要高，对吧？你就会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生育率是不是有点低的可怕啊？那其实发达国家里面，日本这个生育率是最低的了，已经就非常低了。其实，发达国家的整体的生育率是在 1.67 的水平啊，是比日本高的。你像这个最高的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就是法国应该是比较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的，它是1.8几啊，它的生育率在1.8几。
所以发达国家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啊，但是它的平均生育率呢是 1.67 的水平，而且在发达国家大家也知道，它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啊，包括这个幼儿入托啊，就是0到3岁入托的比例非常高，这可能40%左右啊，30-40%，然后这个女性的假期啊也非常长啊，这样的话就极大的解决了这个生育的一些后顾之忧啊。那在中国的话，这个0到3岁的儿童基本啊95-96%，大部分都是靠上一代帮着去带这个带小孩的啊。如果没有上一代的参与的话，那可以说中国生育意愿啊还要低得多得多啊，基本还是靠老人啊。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你看这个韩国啊，这个韩国这个是 1.17啊，这2018年的这个数据了，那到了2019年就更低了嘛，就是当时说是 0.92啊，反正就一直在降啊，这个那北韩挺高的，北韩还是蛮高的 1.97啊，北韩那么穷的地方，这大家应该觉得它生育率很高啊，但是也没有想的那么高，只有 1.97啊。然后你再看这个台湾也是典型的东亚的这种低出生育率的地区啊，这个台湾只有 1.12啊，台湾也很低，日韩台啊，这都是典型的东亚的生育率低的地方。然后这个大致我觉得这样看一下就行了啊，大致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中国的绝大这个区域的生育率呢，都是真的蛮低的啊，都在这个 1.2 左右，蛮低的。就有几个高的地方，这个贵州还可以啊，广西、贵州、湖南啊、安徽、云南，就是新疆啊，就绿的那几个还算是不错了啊，其他的基本就是蓝的啊、浅蓝、深蓝，就是这个样子啊，生育率就是这么低，这没有办法。好，这个重磅的来了，这个呢是我把这个人口每一年的，就是这个中国有一个人口年鉴吧，这样好，这个数据我把它拉下来以后啊，这个一年一年的去核对，然后做成这么一个图的啊。这个人口啊，就是看这个图非常有价值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真正的大趋势。你看这个在中国这个人口是这样的啊，在1949年解放的时候，当时是有5亿人口啊，差不多 5.4 亿吧，准确说是 5.4 亿人口。然后中国到1981年的时候，人口突破了10亿啊，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人口突破了14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5亿到10亿到14亿啊，这个历程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中国这个人口在这个50年代这个人口，你看啊，基本就1500啊、1600、1700的这个出生人口啊，然后在这个5960和61年，这个人口有个迅速下降啊，这个就是惨烈的3年饥荒啊，这个有各种说法，有说死了上千万的，有说死了3000万啊，各种说法。但是你从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下降啊，你能感受到那几年的惨烈啊，这个惨烈到大家没法生，不敢生，也不能生啊，非常惨烈。然后你从这个61年到62年啊，你看从1141万一下子就蹦到了2092万啊，这个生育的反弹有多剧烈啊，翻了1倍啊！所以61年出生的人，那是应该是挺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随时面临的这种惨烈的环境，导致这个62年啊，稍微环境有所好转以后，这个生育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关键在哪儿？关键就是中国的2波的婴儿潮的这个周期，这个很关键。第一波这个婴儿潮呢，就是1962年到1976年这15年间出生的人口啊，这15年是中国的第一个这个婴儿潮时期啊，应该也是人类这个中国历史上啊最大的一波婴儿潮了啊！我觉得就是前无古人啊，可能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这个按这个未来中国这个生育率这个形势，估计以后也很难就是再超过这个体量和当量了。那在这个1962到1976年这15年间，年均出生人口在2421万，那高峰期在哪一年呢？高峰期在这个1970年。当时1970年的这个出生人口达到了2801万啊，2800万，这是单一年份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就是1970年份。所以你去想一想，你身边的这个70年这个出生的人啊，这个尤其是70年前后出生的人吧啊，我们再回想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啊，浩浩荡荡的这20-30年的发展啊，尤其是从92年以后啊，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真正发展是92年以后啊，我对92年之前的那10几年呢，我就是不认为它就是那么就占的比重那么大啊，甚至我觉得比较小。真正的中国的真正
开始发展的这个元年，我把它放在1992年啊，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邓小平南巡开始的时候，那是真正中国的啊开始叫什么起步期吧，之前就叫酝酿期啊，起步期的发展元年。所以1992年的时候，70年出生的人刚好是多大岁数？刚好是22岁啊，所以生于70年前后的这批人呢啊，他是充分见证、参与啊，而且这个收益了中国从1992年到现在发展的这28年到30年的黄金发展期。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社会上的有钱人啊，大部分财富还不错的人，基本是在这个年龄前后啊，也就是50岁上下，基本是生1970年前后的啊，要么是这个60年代的一批人啊，要么就是75年前的啊，就是这批人，反正就是70年前后这批人啊，这叫生得其时啊，生逢其时啊，真正的叫生逢其时。好，这是第一波婴儿潮。那第二波婴儿潮呢，是从就是这个是第一波婴儿潮的后代啊。第二波婴儿潮是1982年到1991年出生的人，他们呢是第一波婴儿潮的后代啊。那这第二波婴儿潮的这个人的这个出生人口呢，是平均是2284万啊，就跟第一波差距没那么大。那第二波人口这个婴儿潮的高峰的年份是哪一年呢？啊，是1990年啊，当年出生了2621万人口啊，所以你记住有两个高峰点，一个就是1970年的2800万，还有一个就是1990年的2600万啊，所以这两个就是高峰点。那这第二波的婴儿潮呢，就是我们熟知的80后，对吧？就是我们熟知的80后啊，也是15年前后吧，或者15年以后这一波啊，这个买房的主力啊，或者说加杠杆的主力人群啊，80后。那我们再看一下，你看这个第一波婴儿潮啊，它其实马上就要退休了，对吧？马上就要到这个退休的年龄了。那其实这个中国的退休年龄真的是比较夸张啊！这个女性如果是工人的话，50岁就可以退休了啊。如果你是这个干部或者是什么的啊，你就55岁退休，对吧？在发达国家或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啊，包括印度这种国家，女性的退休年龄没有这么低的啊，基本是在60岁以上。你说这个女性退休年龄能提前到50岁的啊，真的是，我没仔细研究过，但我觉得应该是少有中的少有啊，就是这个太少了。50岁退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能20、23岁工作，也就工作了20多年，对吧？就退休了。那这个1962年啊，这个现在的人这个年龄呢是58岁，对吧？1976年的这个人的年龄是44岁啊，也就是第一波婴儿潮的人现在的普通年龄就在44到58岁之间，平均年龄就是52岁啊，平均年龄是52岁。那第二波婴儿潮呢，它这个平均年龄是34岁，现在啊，它基本是29岁到38岁之间，现在对吧？它平均年龄就是34岁。所以你看这两波群体，它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真正的发动机和发动引擎啊，两波巨大的婴儿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消费潜力，房子、车子啊，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巨大的这个推动力啊，真正的消费主力就是这两波婴儿潮。那好，第一波婴儿潮马上就要迎来退休了啊！第一波婴儿潮，即使是男性啊，到了这个2022年啊，他也要退休了，对吧？所以说你就可以感受到啊，从2022年中国的第一波婴儿潮，不管男性女性，开始全面的进入退休阶段。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这个老龄化的概念啊，叫这个真正的 aged society， 就是已经衰老了的社会，它的分界点是14%，对吧？有3个分界点，7%、14%、20%。那14%是真正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节点，就是衰老了的社会，真正衰老的社会。那中国在2019年末呢，这个比例是 12.6%啊，就是65岁以上的人占了全部人口的比例是 12.6%。而再过2年，也就是到了2022年啊，中国就会进入真正的衰老社会啊，也就是这个 aged society 啊，老龄化的这种社会。那2022年对应的，你看，恰好是中国1962年啊出生的这个人已经达到60岁啊，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拼接在一起啊，你就会有一个这个概况的这种感受，就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中国开始进入真正的老龄化，然后从2022年呢，再到2033年啊，就会达到那个20%的那个分界线，就是进入这种超级老龄化，真正的超级老龄化就是20%这个比例。所以说
中国很快就会迎来这个老龄化急速上升的一段时期你从这个退休年龄你也能看出来，对吧？婴儿潮就在这儿婴儿潮就在62年到76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2022年，对吧？过完明年就到后年，就2022年。那这一波人就是全面的开始退休全面的开始进入退休我那天还稍微想了一下，我想我父母我母亲那边基本全都退休了我父亲这边呢，女性基本也都退了，男性呢马上也快退整个一想整个好像60后整个这一茬人马上就基本就是全都退休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再一想这个421这种普遍的这种家庭结构大量的这个中国的421家庭结构想想这个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好，这个是给大家看的这个从1949年解放以来吧，到2019年整整这个70年的中国出生人口的一个具体情况。那然后你再看中国这里面有几个出生的这个低谷这个刚才我们高峰已经说了，两个婴儿潮的高峰。那低谷呢，第一个就是那个3年饥荒那个是特殊的原因造成的。那第二个低谷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如果图上一目了然就能看到，是1999年。99年呢是一个低谷只有出生1150万。那99年的低谷呢，当然一方面是跟这个就是属于非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有关第二方面呢，它也跟1999年中国经济环境有深刻的这个变化，深刻的影响大家知道这个99年是当时这个国企工人下岗包括中国经济其实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就是比如通缩蔓延的很严重包括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经过2年的传导以后进入到大陆其实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挺深远的，在99年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个年份那后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也调取了这个美国从这个大萧条时期包括它的这个出生人口这个经济危机或者经济的衰退对这个人口的出生率是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大家日子比较难的时候这个出生的意愿会急速下降会影响人们这种生育的意愿。这个跟那个饥荒什么的它有一定的相似性就经济不好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底气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意愿去再生育下一代所以这个99年的出生人口那么低跟那个当时的环境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好了，今天呢就先讲这么多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